嗨，欢迎回到 Scratching and Dancing with。今天我要讲的动作是 Step。那我之前的影片曾经有说到说，接下来的影片就是从这个影片开始，接下来动作都会是偏向于 Record Control 还有 Fader Control 会同时运作的一个状况。那它的差别只是在于说，比较着重于 Record 这个方面，还是比较着重于 Fader 这个方面。好的，那 Step 这个动作来说的话，顾名思义，它就是一个刺出去的动作，所以它的声音听起来也会是短促的，是一个强劲的，让人会觉得是有被尖刺的声音刺到的那种感觉哦。它的动作会是什么样子呢？以我现在唱片这边来说的话，它会是在唱片这个部分，你是做一个快速推出的动作，而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我如果说只做唱片这只手的话，它会是所以它这个动作其实跟我们之前所教的 Baby Scratch 其实蛮类似的，它差别只是在于说 Baby Scratch 我们是推跟拉都是以相同的速度，稳定的相同速度在前后推跟拉。可是 Step 它是推出去的时候快速的推，回来的时候以正常的速度回来，所以它会是那如果我再加上 Fader 会是什么状况呢？在 Fader 这个部分来说的话，我们要再推出去这个刺的声音要让它发出来，可是再回来的时候，这个正常的声音我们要把它消音掉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关掉。那组合起来的动作就会是刺打开，拉回的时候关起拉回。这个就是 Step。 那开始就会有人有疑问说啊 ，DJ 傅，之前你说你要跟我们讲说要怎么去做这个动作，因为我老是会不协调啊，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说，我用一个跳舞的方式去做解释这个动作，会让比较对跳舞有一个概念，或者你本身是常在跳舞的人来说的话，会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形式，我来跟你解释到底要怎么做这个动作。好的，那我现在跟大家说，如果说你是习惯做左边 Scratch 的人，你的左手跟右手会是这个样子的，左手推，右手飞的也是往左边推，左手往左推，右手往左推，它是同时左手往左，右手往左的一个动作。而你是右边的人来说的话，你会是这样做，你是右手往右推，而左手的飞的也是往右推的一个状况。OK， 那这个动作如果说以跳舞方式来做解释的话，依照我所说的左手往左推，右手也往左推的状况，它就是会这个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它左手跟右手都往左推，那当你的左手跟右手往左推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当然会很自然的，躯干的部分你会很自然的往右跑，这个是一个身体协调性的问题啦。
就很像是你在走路的时候，左脚抬起来的时候，你的右手会举起来，而你右脚抬起来的时候，你的左手会举起来。所以当我们走路，就会是一个很协调的一个动作。而我所说的左右手都往左推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当然会很一个自然的动作往右边摆。而你如果说是做右边 scratch 的人，你的右手跟左手都是往右边摆嘛。而如果说我同时做左右边，会是什么样子？就是大概像这个样子。而这个动作很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很像以前曾经很流行的 Harlem Shake。我所说的 Harlem Shake 不是2013年、2014年很流行的那个 Harlem Shake， 而是非常早期，大概是2000年比较 original 的 Harlem Shake， 看起来像是这个样子。而这个动作就是我所说的，你的 Raker Control 跟 Fader Control 都是同时往左推，你的左手跟右手都同时往左推，去做一个 step， 还有声音开关的一个动作。而你是右手右撇子的人，做右边的人，你就会是右手都是往右边推，就会像是我所说的 Harlem Shake 的做右边的方式。好，那我现在来做一个连续动作给大家看。大家可以仔细的看，我的左手跟右手会是同时推出的状况，但是只有注意的一点是，你的右手飞的是要先关起来以后，你的左手才收回，不然的话，你如果同时收回的话，它的声音会不干净。好，这个是 step， 但是又会有人会有一些疑问说，DJ 傅，你说飞的做开合的一个动作，可是我觉得我做的就是不顺畅啊。那到底这个开合的动作有没有一个标准性的一个动作该怎么做呢？我现在来跟大家讲，它其实是有两种状况的。它是一种是我们在飞的这个部分啊，我们用点的方式，也就是你的大拇指去 hold 住你的 fader， 让它是持续关闭的一个状态下，然后用你的食指或者是你的食指跟中指一起去点你的 fader， 让它快速的打开，然后又因为你的大拇指持续的 hold 住它，所以它又会快速的关起来。这个是用点的方式，一种人是这样做，另外一种人呢，他是大拇指跟食指，或者是大拇指跟食指、中指 hold 住整个 fader。当你想要释放声音的时候，你是用推的，这个是第二种方式哦。那这两种方式有没有固定说我一定要做哪种形式呢？其实它并没有一个强制规定。你如果说你习惯做点的方式，你就做点的；你习惯用推的方式，你就做推的。但是这个地方，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哦。如果是以我来说的话，我习惯做推的。那为什么呢？现在我就是要给大家这一个解释。我现在来跟大家讲，大家一定会恍然大悟说，为什么我会选择用推的。好的，那记得我刚才所讲的，你如果用点的，它是一个快速的收回的动作，因为你的大拇指一直持续的 hold 住fader，持续的将它把往关的那个方向 hold 住，
所以当你的食指、中指快速的点它的时候，你的声音是快速的刺的声音。而这个声音来说的话，当你在做快速的 step 的时候，它所产生的声音几乎是跟用推的方式是相同的。我实际做一次给你们。我现在用点的方式，这是做一个快速的 step。那我现在用推的方式，那我现在两种混在一起做。这个是我所说的，如果说你是做快速的 step， 这两种声音其实听起来是差不多的。但是这里有一个但是了，你如果说做一个比较慢速一点点，不是那么快的一个 step 动作的话，你会发现它两种有差异。因为你用点的方式，它的声音是很急促的，即使你的 Record Control 这只手做一个比较慢的快速刺出去的动作的话，因为你的右手它快速的把 Fader 关闭了，所以它其实当你做慢速的 step 的时候，它声音还是会是点状的，很短促。那我现在实际来做一次给你们看。我现在做稍微慢一点的刺出去的动作，但是我右边还是一样用点的方式。你会发现它的声音还是短促的。那我现在做一个慢速一点的 step 动作，加一个用推的方式，这个 step 的声音就会是属于稍微比较长一点点的。那我现在来做两者混合的动作，在这种比较慢速的 step 上面，你就会发现其中的差异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种不一样？就是你如果说你很习惯的做用点的方式的话，做久了你就会发现，你的 Record Control 这只手，即使做了再怎么多功夫，你的声音听起来都还是很类似，都会是非常短促的一个声音，所以会造成你的 Scratch solo 的时候会变得变化性比较没那么大，因为你的声音永远听起来会是点状的，而不是长短不一样的。而你如果习惯做推的方式的话，你的 solo 的时候会因为你的推的长短不同，而产生比较会有上下幅度、长短幅度的不同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说，以我的喜好，我会选择用推的方式，而不是用点的方式。这里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，就是我跟你讲说会有其中的差异，那选择权是在各位。你如果说，觉得说我就是喜欢点的这种声音啊，那没关系，你可以选择用点的，没关系。那我只是跟你讲说，以我的喜好，我是喜欢用推的。OK， 那现在我们来跟着音乐来做，一样，我们现在保持一个律动，去稳定你的拍子。哦耶！
OK， 那现在如果大家练习足了，那我们可以开始来做一些结合之前我们所教的，像是 baby scratch、scribble、drop 这些动作在一起做一个 freestyle 的 scratching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可以来做一个 freestyle scratching， 那一样保持你的律动，还有你的心情愉快。